大家好，欢迎来到实战数码。本期我们来聊一聊小米14。由于该款手机已经发售挺久了，相信有意购买的用户都对该机型的优点有所了解，该吹爆的地方首发媒体也都一一提及了。那么本期内容主要还是聊一聊我所认为的该机型可能存在的一些遗憾的地方，体验方面也会顺带结合我此前所使用的小屏手机小米 12S 聊一聊。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外观方面，直边加直屏的设计，下巴窄，摄像头比旧款要大一圈。由于镜头模组比较厚重，使得机身头重脚轻，长时间握持的话，手部会有疲惫感，手持感不如我此前使用的同样是小屏手机的小米 12S。性能方面，高通骁龙83处理器目前安卓阵营最好的处理器，日常使用的话毫无疑问的丝滑。温度方面觉得属于正常水平，非重度游戏用户，欢迎游戏用户们补充一下体验，供其他人作为参考。屏幕方面，从透明度还是细腻程度上看，屏幕所带来的视觉体验还算出色。全局低系调光 1.5K 的分辨率，阳光看着也还行，不过总体上还没有达到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感觉。屏下短焦指纹对于我来说体验还可以，但对于一些用户来说好像是个缺点，说解锁的时候手势有时候会挺别扭的，不过我这边倒是没有这个情况。影像方面，整套影像硬件升级明显，解析力也全面提升，人像、美食场景都有进步。人像默认焦段解析力出色，虚化有进步，但是细看的话其实还是能够明显看得出。长焦微距很实用，大底加大光圈，获得更多的进光量，带来了更好的暗光表现，加上新的镀膜，鬼影控制也有进步。视频能力的话依旧不算是强项，不过带来一些还不错的体验，如防抖效果的提升、长焦微距能力在视频场景的拍摄表现等等。影像不足的方面，长焦远摄或者微距场景容易出现色差，偶尔算法还会出现问题，比如偶尔检测到人脸的时候会过度提亮画面，蓝天逆光的时候会发灰等等情况。4K 60帧依旧无法切换镜头连续变焦，依旧只支持主摄，再加上超级防抖模式下只有 1080p 可选择，安卓手机在录制视频上依旧有很长的路要走。系统方面，功能和布局其实和MIUI 14区别不大，如果不去看他人列出的区别列表，我个人可能会感觉不出来这就是新系统，但流畅度和动画能够感觉到有了提高。使用期间我没有碰到其他博主可能会遇到的那些 bug 问题。续航情况的话，4610毫安时电池加90瓦有线快充加50瓦无线快充，续航上略有提升，但是不明显。不打游戏的情况下，中度使用1天1充，90瓦的快充大概需要40分钟左右，感觉并不算快。信号方面，我在负一层停车的时候可以正常打电话，声音也清晰。流量方面的话也没有出现网络所传的断流等情况。其他方面，红外双扬声器、NFC、X 轴线性马达、IP68 防尘防水，该有的都有。整体来看，今年的小米14从外观、性能、影像几点都刷新了小屏手机的上限。虽然说创新方面并没有带来什么惊喜，不过如果你需要一款性能示范充足、配置水桶的小屏旗舰手机，那么这一款小米14可能是目前安卓阵营中最适合你的选择。可惜的是，摄像头模组确实比较重，会影响到手感，不过摄像头的提升也是实打实的，有利有弊，看个人怎么取舍了。其实如果不玩游戏，对拍照也没有什么追求的话，可以考虑小米 12S 等旧机型，价格基本触底，性价比也不错，大促的时候降价也不会那么心疼，还能拥有不错的手持感，同样也适合小屏的用户。如果对小米 12S 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我此前的这一番测评。好了，以上便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喜欢本期的视频，欢迎帮忙点个赞，转发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们。如果期待后续更多相关数码内容的更新，也欢迎关注我们。这里是思战，分享数码前沿信息，偶尔写写测评。我们下期再见。